我本以为全网爆火的模拟恐怖 APP 已经超神了，可直到我发现了这部国产的模拟恐怖访谈，才知道啥叫中式细思极恐的降维打击。真羡慕你在手机电量带60刷到这部全面超越 APTV 的国产模拟恐怖访谈《镜兰社区》。在我之前解说 APTV 的时候，就有粉丝问我，到底啥叫模拟恐怖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伪装成老式有线电视深夜访谈、民生脱口秀、深夜谈话类电视节目，用老旧录像带、CRT 电视画质、信号雪花、卡顿杂音做外壳，中间夹带着诡异、超自然、都市怪谈剧情的伪纪实恐怖短片。说白了就是，你表面上看的是一档普通老式电视访谈，实则是被异界、异常信号、诡异嘉宾入侵的危险电视节目。这种片子特别是对于80、90后的朋友们杀伤力最大，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电视节目简直跟视频里是一模一样。友情提示，这个片子全程高能，赶紧艾特你胆儿肥朋友一起观看。镜兰社区，抚慰你的灵魂。故事一开头啊，咱们就是第一视角瞅今晚的节目预告单。本来排的明明白白的，先是就找晚间新闻，然后11点整是生活讲堂，11点半是深夜专访，挺正常，一深夜节目表对吧？可看着看着不对劲了，凌晨1点档的节目，名字赫然写着5个大字，请关闭电视。更诡异的是，凌晨4点的重播档，名字反倒变成了请打开电视。一正一反两句话，就像俩玩意儿隔着信号打架，一个玩命让你赶紧跑，一个死乞白赖拽着你不让走。咱正常心里肯定觉得是电视台搞错了吧，可哪有那么简单。紧接着屏幕就开始疯狂闪屏，雪花点滋啦滋啦往上冒，闪了没一会儿，画面终于稳当了。可本该播的晚间新闻没影了，直接跳转到了生活讲堂。你寻思跳就跳吧，反正半夜节目也没啥好看的，凑合看呗。这期节目讲的是怎么保持良好心态，请的嘉宾是啥心理情感专家，叫李静兰，名头还挺多，什么协会理事，什么资深导师，中间还挂着个镜兰社区创始人的头衔。当时瞅着这名头，你可能还纳闷，一个心理专家不好好讲课，整啥社区啊？这里其实就是全篇埋的最深的伏笔。咱接着往下看，紧接着画面又开始雪花点了，但仔细看看，这雪花点里面似乎有个什么东西。这时画面终于正常了，咱说这演播室布置的也挺简单，昏黄的灯泡子晃悠着，正中间摆一把红实木椅子，李静兰就端端正正坐那儿，穿一身黑套装，看着斯斯文文的，脸上一直挂着笑，瞅着还挺和善亲切。但你只要盯他脸超过10秒，浑身立马就不得劲儿，那股违和劲儿说不上来，但就是瘆得慌。其实仔细看就能发现，正常人1分钟怎么也得眨10好几次眼吧。这位李老师往那儿一坐，跟按了暂停键似的，嘴角的弧度半分不带变的，就跟用尺子量着画出来的一样，眼睛更是半天不眨一下，眼神空洞洞的，就像透过屏幕直勾勾盯着屏幕前的你。可看着看着，一开始你还以为是电视卡了，毕竟老电视卡壳太正常了，可下一秒画面就开始不对劲儿了。最关键的是，这根本就不是信号卡顿，其实是这节目从根儿上就已经彻底失控了。咱说白了，从节目单开始乱蹦字儿的那一秒，整个电视台的信号就已经被占了。最开始那行请关闭电视，其实是电视台工作人员给你发的逃命提醒。等满屏请打开电视出来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很可能就遇害了。后面你看到的所有东西全是那玩意儿编出来骗你接着看的诱饵。就在咱还以为电视卡顿的时候，李静兰的大脸直接怼到了屏幕上，下一秒她的嘴竟然都裂到了耳朵根了，电视再次失去了信号。这时电视台的紧急通知又弹出来了，说刚才是播出异常，让所有观众立刻停止收看，马上关闭电视。这话音还没落地呢，画面歘一下又变了，李静兰又端端坐在椅子上了，只不过这次她的头被拧到了身后，脑袋背对着镜头，脸却朝着后面不知道瞅啥玩意儿。下一秒，我勒个去，这可真给我吓到了。就这么瘆人的状态，节目临了收尾的时候，节目还不忘补一句，大家别忘了保持微笑。咱说这敬业程度搁现在都得评个年度优秀员工。等画面切回节目单，下一个节目也出来了，安慧山镜兰社区宣传片。看到这儿，你是不是突然反应过来了，刚才那心理专家李静兰不就是这镜兰社区的创始人吗？合着前面的访谈节目就是给这社区打前站铺路呢？真正的邪门事儿其实全藏在这社区里头。宣传片一开头拍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，山清水秀的安慧山说这社区依山傍水，环境又好，里头的人个个温和有礼，说话又好听。
大家都是一家人互相照应，说的我都想去住了。你说这宣传片拍着拍着咋还拍进人浴室的监控里了呢？有个长头发女的正对着镜子梳头，我心想谁家好人往浴室装监控啊？不过在这儿我提醒一句，好好记住这女的，等会儿还能见着她。接着镜头晃悠到社区大门口，在这里没有争吵，只有温暖的信任，人人温和有礼，生活井然有序。你的不安我们都懂。你说哪有拍宣传片大半夜拍的，黑黢黢的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就大门上几个字亮着。更瘆人的是，社区天台上还站着个穿戏服的咿咿呀呀唱戏呢，那调子又细又高，绕着空楼来回转，听得人心里直发毛。仔细听会发现，这段戏就是越剧里有名的《帝女花》，越剧里的经典老戏，讲的是明朝末年国破家亡，长平公主和驸马周世显双双殉国的事儿，调子本身就哀婉凄凉，自带一股子悲情劲儿。大半夜搁空无一人的社区里唱这个，再配上监控画面那雪花噪点，那感觉就跟你半夜走胡同听见身后有人唱戏似的，裤裆都得下湿。唱着唱着，监控画面就开始不对了，这次切到了卧室，只见一大把长头发从柜子缝里往外冒，旁边好像还在渗着血。紧接着画面又开始不受控制的来回跳，等切到社区广场的时候，左上角的时间直接跳成了1978年。画面里一大堆人围成好几个圈，中间站着个像头领似的人在那儿讲话，看着就像是邪教聚会一样。咱就说这社区建的地方以前指不定是啥地界呢，搞不好这里几十年前是个啥邪教基地啥的。这整个静兰社区就是人家搭的一个新厂子，专门吸引外人进来。再往后看更吓人，楼道里的居民走着走着突然弯腰哇啦吐一大堆黑乎乎的粘东西，也不知道吐的是啥，看着挺恶心。再切到社区食堂，一家三口正在吃饭，你说你吃就吃呗，仨人眼睛死死盯着镜头，关键是他们笑得我鸡皮疙瘩都掉一地。从这儿可以看出整个社区的人似乎都不是啥正常人。又是一阵雪花点过后，电视突然插播了一则寻人启事，说最近好多市民莫名失踪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呼吁大伙积极提供线索，然后一张张放失踪人员的照片。第一个叫王素梅，这不就是刚才浴室里梳头那长头发女的吗？可诡异的是，这个女人的眼睛好像不太对劲。第二个是个唱戏的戏子，这不就是天台上唱戏的那位吗？再往后翻，食堂那一家三口也全在失踪名单上，可谁家寻人启事把人脸给挡着啊？这点我就搞不懂了。闹了半天，咱们刚才看的那所谓的社区宣传片根本就不是什么卖房广告，是这帮失踪的人留在世上最后的影像记录。前面那些看着乱七八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镜头根本不是拍的乱，是作者埋的证据链，每一个镜头都对应着一个失踪的人。名单最后还有一个人没说身份，也没说啥特征，就露了半张脸。可特征这一栏就有说法了，看着写了一大篇字儿，其实仔细看写的只有一句，好多头发，全都是头发，快逃和救命。这段话让我想起了之前监控拍到衣柜里冒出来的头发，似乎跟这个男人失踪有关系。寻人启事结束了，没头没脑的来了句，你真的看清他们的样貌了吗？说实话，他这又是打码，又是用黑布挡着，谁能看清啊？下一秒监控画面切到了厨房，这可有点吓人了。厨房水池的排水口正往外哭哭的冒头发，接着一个女人在卧室床边似乎发现了啥恐怖的东西，用手往前一指，画面又中断了。就在你盯着屏幕琢磨这人是谁，跟前面有啥关系的时候，刚才那戏曲声又响起来了。刚才那天台上的戏子突然闪了一下画面，瞬间又变成了李静兰。只见她慢悠悠地朝着镜头走过来，嘴里还念叨着进来社区无畏一处真正的眼看着脸就要贴到屏幕上了，画面咔嚓一下戛然而止。这时画面又切到了一个女孩坐在电视机旁看动画片，我猜这应该就是咱们带入的第一人称主角吧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了。戏子最后咋样了？屏幕前的人有没有事？静兰社区最后咋处理的？啥都没说，就给你停在最瘆人的地方，剩下的全让你自己琢磨去，越琢磨越后怕。咱说句实在的，以前看国外的模拟恐怖，比如 APTV 啥的，确实吓人，但总隔着一层文化差异，毕竟人家那电视、那节目、那生活环境咱们没经历过，代入感总差点意思。可这部静兰社区不一样啊，纯国产的老式闭路电视、雪花屏，再加上90年代的环境，全是咱们80、90后亲身经历过的事儿，那代入感直接拉满。
这就是中式模拟恐怖的厉害之处，他就拿你最熟悉的日常下手，把你天天见习以为常的东西稍微掰歪那么一点点，那恐怖感就来了。其实他最牛的地方就是死死抓住了人的心理盲区。你想啊，平时咱们刷手机，画面突然卡了跳了，第一反应肯定是网不好，手机卡了，谁能往别的地方想？看电视出雪花了，第一反应就是拍两下掉条天线，谁能想到是有东西顺着信号钻进来了？咱们总习惯用自己熟悉的经验去解释所有事儿，觉得眼熟的就是安全的，天天见的就是正常的，有点不对劲就归结成故障巧合，自己想多了。可恰恰就是这些你不在意的小异常，才藏着未知的恐怖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